ごめん呀。在爱情的世界里，谁先低头谁就输了。卑微到尘埃里，有时并不能开出一朵花，反而会变成一只无名的小鸟。郑智就是这样一只卑微的无名鸟，每天供养着无所事事的同居女友，却仍被他百般嫌弃。你哪里像个男人啊？连肌肤之亲都只能在帮女友按摩时，趁她睡着偷偷摸摸，结果被她惊醒后一顿痛骂，人格被肆意侮辱践踏。但第二天出门上班前，他仍会在竹篓里给女友留下生活费。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她，像奴仆一般。尽管他比她大了15岁，尽管他看起来不修边幅，因为一张光盘卡顿，为难音像店的员工，因为修理一块手表，与客服电话纠缠不休。石河子，她是一个有些尖刻挑剔的女人，郑智心目中的女神。她的日常就是睡觉吃饭，以及用轻蔑的目光看待郑智。这天，她又接到了手表店的客服电话，却听到电话里换成了一个声音悦耳的男人，忍不住跑去手表店探查，发现是个帅哥，眼神里瞬间闪烁出炽热的光芒，仿佛看到了前男友。当这位名叫水岛的帅哥带着让他挑选的手表上门服务时，几乎从不操持家务的石河子先是把屋子整理了一番，接着泪眼婆娑掩面而泣，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成功的让水岛轻抚他的脸颊，怜香惜玉。可惜郑智不懂情趣的电话打断了两人的缠绵。在汽车旅馆里一番尽情欢愉后，水岛说起自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旅行经历，为石河子塑造了一个文艺而忧郁的形象，编织出一个充满诗意与远方的浪漫。同时他承认自己是个并不幸福的已婚者。从那以后，石河子便陷入了浪漫的幻想中。这天，石河子的姐姐过来串门，质问妹妹为何不能与郑智好好过日子，吃着郑智的，住着郑智的，却还背叛郑智，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叫黑崎的男人了？石河子无法反驳，郑智连忙帮他解释，说他没有与黑崎约会。那肯定的语气却让石河子产生了一丝疑惑。黑崎，一个精致优雅极具魅力的成熟男性，有钱有闲，浑身散发着荷尔蒙，让石河子在分手多年后仍念念不忘。他甚至还会反复观看那张记录了两人点滴的光盘，然后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尽管这一幕被郑智看在眼里，他却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从未在乎过郑智的自尊与感受。他不爱郑智，对前男友的思念却无法抑制。石河子拨通了黑崎的电话，听到女声后又心虚的挂断。没想到这个电话却引来了警察。警察告知黑崎已失踪5年，音讯全无。石河子难以置信，对郑智的怀疑更甚。为确认黑崎失踪的消息，石河子来到黑崎家，见到了黑崎的妻子，一个温婉优雅的富二代。黑崎确实失踪5年了，人间蒸发，音讯全无。但失踪当日的奇怪停车方式，让妻子一直怀疑黑崎遭遇不测，被人所害。只是毫无证据，警察也毫无兴趣认真调查。交谈间，一个老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来，让石河子不由得浑身颤抖。而黑崎妻子直接扔下两人，带着女儿出门。我一直怀念着你的声音，你的皮肤，你的味道。老人的语言和目光中满是欲望，也为我们揭开了又一段毁三观的往事。这个患有脑梗名叫国之的老人是黑崎妻子的叔叔，经营着一家大公司。当初为了上位，黑崎把对自己无比迷恋的石河子介绍给了国之，用石河子的身体换来自己的前程，却在交易后翻脸无情，要和国之的侄女结婚，让石河子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原来自己只是个被用来发泄兽欲，被用来讨好上司的工具。石河子崩溃了，说要将黑崎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却换来一顿暴打，身躺在地上，头破血流，凄惨无比。那张他后来反复观看的光盘被扔在他旁边，黑崎的威胁赤裸裸，被渣男这样对待，却还念念不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晚期患者石河子不顾郑智劝阻，继续和水岛偷情，甚至用郑智的前夫房费，深信一个已婚渣男的谎言，心甘情愿沉沦在情欲与谎言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石河子如此，郑智也一样。明知心爱的女人背叛自己，他仍每天给她买吃的，
想方设法逗他开心，给他零花钱。这天，石河子约水岛见面被拒，结果当晚看到水岛和另一个女人约会吃饭，他还发现水岛送的手表在路边摊被贱卖。正常人会冲进去给渣男2耳光，但石河子不是正常人，他等水岛约会结束，倾诉衷情，在公园隐蔽处再次满足对方欲望。回家路上，石河子发现郑治一直跟踪自己，小宇宙爆发，质问郑治为何给水岛家寄情趣用品，为何偷水岛文件，黑崎为何消失。郑治否认偷东西，却提到黑崎送的钻石耳钉。石河子抢了郑治的自行车回家，在存钱罐里找到那对耳钉。郑治追进门，他再次质问黑崎失踪原因。郑治无法再隐瞒，只能承认当年的确是自己把黑崎的尸体埋在了工地的地基里。他恨那些伤害过石河子的渣男，真相似乎已经大白，哭骂也无济于事。那就好好吃饭吧。郑治煎了2块牛排，把大的那块给了石河子。石河子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这温馨的一幕不知为何有些诡异。更诡异的是，石河子买了一把刀，也不知是想自杀，还是要让某个人给黑崎陪葬。他又打电话约一直躲他的水岛见面，水岛仍以文件丢为由不愿露面，直到听到石河子说他要离开这座城市，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才答应。在路口等时，石河子看到报刊亭里一本封面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书，翻开扉页，里面竟是水岛之前对他说过的情话，那些诗意于远方，一模一样。水岛显然是想再享受一次，他相信了石河子要走的话，也就不再用文件丢为借口躲。其实根本没有政治偷文件这回事，故作深情的水岛毫无察觉，自己的言行与其他渣男毫无二致，尤其是与石河子记忆中的那个男人一样。这完全激活了石河子记忆中某些丢失的片段和积压已久的暴虐情绪。一个跳跃背刺，匕首狠狠刺入水岛的后颈，顿时血流如注。在水岛震惊倒地后，又刺入他的大腿。就在不知道要被扎多少个窟窿时，石河子被人制止了，正是一直远远跟踪他的郑治。郑治放走了水岛，并以婚外情等视为要挟，让水岛如果报警的话，就将凶手指认为自己，不要牵扯石河子，我杀了黑崎先生。两人满身是血的依偎在山坡台阶上，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2人。石河子完全回忆起了过去发生的一切，郑治承认的只是部分真相。黑崎确实被埋在了地下，但杀死黑崎的正是石河子自己。8年前被一顿暴打后分手，石河子偶然遇见了做建筑工程的郑治，郑治对这个受过伤的女人一见钟情，开始热烈追求，最终靠买了一套公寓的诚意打动了石河子。两人开始了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同居生活，也开始了石河子的寄生虫生活和郑治悲哀的舔狗生涯。也许日子就这样下去，两人可能真的会日久生情，共度一生。可惜就在5年前，黑崎又出现了，一番甜言蜜语唤起了石河子本就未熄灭的情火。结果黑崎依然只是想要利用这个傻女人，他又请求石河子去出卖肉体帮助自己解决危机，简直是渣中之渣。于是就被当时思维还算正常的石河子在悲愤之下用匕首杀死在了倾盆大雨之中。与这次如出一辙，接到电话的郑治赶来，替石河子毁尸灭迹，却发现石河子一觉醒来后丢失了部分记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古今中外的爱情悲剧总是令人扼腕叹息，只有毫无保留的爱儿，毫无怨言的郑治，无疑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人物。如一棵杂草，他倾尽全力呵护身边的花朵，却被无情抛弃。如果他当初遇到的不是石河子，而是另一个平凡女子，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或许结局会截然不同。当他从悬崖边的栏杆上仰面跃下时，一群鸟儿惊慌地飞向远方。石河子回想起两人相识相守的点点滴滴，才意识到这个平凡至极的男人原来如此深沉地爱着自己，就连那些令人不悦的行为竟也源于当初自己无意间用袜子擦嘴的样子逗笑了他，他才故意为之，久而久之变成了习惯。
这个看似卑微的男人，会在地铁站将心怀不轨的帅哥一脚踢出车门，会帮他处理黑崎的尸体，会替他顶罪。一个连死亡都不惧怕的人，又怎会如此卑微？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记住，是你牵我的。”其实他这样说，只是为了让石河子心生愧疚，然后好好活下去。所谓卑微，只是因为爱的深沉。看着那些不知名的鸟儿，石河子说：“振志，我唯一的爱。”其实他心底明白，世界上那个唯一真心爱着自己的人，已经永远离去。他这次会记住其中一只鸟的名字，叫做振志。感谢收看，下期再见。ほなな。十和子。